2025年11月23日下午5点，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罗顺熙先生的告别仪式。罗顺熙是罗晋的父亲，年届70，生前是位中医。罗晋作为独子，捧着遗像走在送行队伍最前面，唐嫣紧跟在他身后，穿着全黑西装，未施粉黛。他左臂上佩戴的孝带在镜头里格外醒目。当天傍晚6点20分，载着唐嫣的黑色轿车率先抵达餐厅门口。他下车后没有立即进门，而是站在初冬的寒风里等待。3分钟后，另一辆车接来罗晋，他小心翼翼地将父亲遗像安置在车内，才转身走向妻子。两人对视时没有拥抱，也没有交谈，但唐嫣很自然地靠近2步，与他并肩走进餐厅。这个过程中，唐嫣的黑框眼镜没能完全遮住她红肿的眼皮。她下台阶时伸手扶住墙壁，同行的女性朋友立刻上前搀住她胳膊。罗晋虽然自己步履沉重，仍放缓速度，配合着她的步调。餐厅玻璃门映出他们重叠的身影，唐嫣的孝带随着动作轻轻晃动。就在2周前，某娱乐论坛还有篇热帖声称唐嫣删光了所有与罗晋相关的微博，实际她只是设置了半年可见。而此刻她臂上的孝带成了最直接的反驳，按照传统习俗，只有直系亲属才会在丧礼期间佩戴孝带。葬礼现场流出的照片显示，唐嫣父母也出现在吊唁人群中。唐嫣母亲轻轻拍抚罗晋后背的画面被镜头捕捉下来。罗晋的圈内好友明道、傅成鹏等人全程素颜黑衣，协助接待前来悼念的亲友。这些细节拼凑出2个家庭共同面对悲痛的完整图景。回顾过去300多天，罗晋确实长期驻扎北京。他推掉了2部电视剧合约，直接拍些能在北京完成的短片。知情人透露，他每天往返于医院和住处，有次被拍到在住院部走廊累得靠着墙壁睡着。唐嫣则在上海带着3岁的女儿，工作间隙被偶遇推着儿童车逛超市。今年9月唐嫣生日那天，罗晋凌晨3点在片场休息室视频通话的画面被剧组人员无意拍下。当时他手机屏保还是一家3口的剪影合照。这些零碎证据现在串联起来，勾勒出夫妻2人在家庭特殊时期的分工协作。狗仔队此前炒作婚变的所谓实锤，包括唐嫣摘婚戒、罗晋取消微博关注等等，如今在葬礼现场的画面面前都显得苍白。当唐嫣自然地替罗晋整理衣领，当罗晋下意识护着妻子避开媒体镜头时，这些肢体语言比任何公关声明都更有说服力。葬礼结束后的聚餐约持续2小时。离开时，唐嫣换上了平底鞋，仍然需要朋友搀扶。罗晋手里多了个保温杯，据说是唐嫣提前让助理准备的餐茶。他们上车前不约而同回头望了眼餐厅招牌，这个动作后来被解读为对父亲最后的告别。现场记者注意到，罗晋的座驾后视镜上系着传统的白丝带。车队驶离时，唐嫣的车始终紧跟着罗晋的车，保持着一个车距的默契距离。这种细节很难通过策划表演出来，更像是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本能反应。从告别仪式到餐厅这段路，总共不到3公里，却戏剧性地推翻了一场持续近1年的舆论风暴。当大多数人在讨论算法推送的离婚话题时，真实生活里正在上演着截然相反的故事。殡仪馆外的菊花篮，餐厅门口的搀扶，手臂上的孝带，这些具象的事物构成了比网络传闻更坚固的婚姻见证。社交媒体时代，人们习惯用线上互动频率衡量感情深浅。罗晋唐嫣的案例却呈现了另一种可能性，当家庭遭遇重大变故时，线下实际的陪伴分担才是更本质的婚姻状态。他们的沉默与其说是感情破裂，不如说是对私人空间的坚守。在热搜话题唐嫣带笑下面，一条高赞评论写道，原来真正的婚姻危机不是 IP 地址不同，而是一方遇到难关时，另一方是否在场。这条评论在24小时内获得了超过15万点赞。数据显示，该话题下理性讨论婚姻实质的内容占比达到了罕见的30%以上。通过分析公开行程可以发现，唐嫣今年其实秘密赴京7次，每次停留都不超过2天。她总选乘最早或最晚的航班，避开公众视线。罗晋的手机里存着大量女儿的视频，他在剧组休息时经常反复观看。这些碎片化的生活轨迹，此刻都成了重构事实的重要拼图。当娱乐记者追问是否会回应婚变传闻时，罗晋工作室工作人员只是指了指灵堂方向，那里悬挂的挽联上写着“父爱如山”4个字。唐嫣的经纪人也破例没有阻拦跟拍，默许媒体记录下夫妻2人携手的画面。这种态度转变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回顾整件事的时间线，关键转折发生在11月23日傍晚6点23分。那一刻，唐嫣站在餐厅门口等待罗晋，她喝出的白气在路灯下模糊了镜片。这个等待的姿态，比任何摆拍合影都更具说服力。后来流传最广的照片里，他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在地面上连接成完整的整体。殡仪馆工作人员回忆说，罗晋选择葬礼音乐时，特别挑了父亲最爱的《西洋之歌》。唐嫣悄悄在花篮里多放了几只白菊，
因为记得公公生前喜欢这种花。这些细节或许永远不会出现在热搜榜上，却是婚姻最真实的注脚。从停车场到餐厅门口共有9级台阶，唐嫣在这些台阶上停顿了2次，罗晋每次都跟着放慢脚步。第6级台阶有处不易察觉的裂缝，他下意识伸手虚扶了下妻子的手肘，这个动作持续不到2秒，却被长焦镜头完整记录下来。餐厅经理后来透露，预留的包间里特意准备了热毛巾和蜂蜜水。唐嫣入座后，先给罗晋倒了杯茶，罗晋则把菜单推到他面前，示意他点菜。这些琐碎的互动方式，与3年前2人被拍到的日常用餐习惯并无二致。吊唁簿上，唐嫣的签名紧挨在罗晋签名旁边，他使用的钢笔是罗晋常年随身带的那只万宝龙。这个细节被前来悼念的老演员注意到，他说现在年轻人还共用钢笔的太少见了。这支笔的笔帽上有处明显的划痕，与5年前罗晋获奖时照片里那只一模一样。守灵当晚，唐嫣母亲带来的保温盒里装着2人都爱吃的酒酿圆子。邻居看到唐嫣为罗晋吃了2口，自己才接过勺子。这些发生在镜头外的日常片段，经由不同目击者的叙述，逐渐拼凑出真相的轮廓。葬礼结束后的第7天，有游客在长城拍到罗晋唐嫣并肩散步的照片。唐嫣的孝带已经取下，但2人手上重新出现了婚戒。他们在一个烽火台前停留很久，罗晋指着远处山峦说了些什么，唐嫣低头擦了擦眼角。这个地方承载了我爸妈的爱情，和我童年的回忆。谢谢你。你是不是没有料到你会哭到？对。那个温暖，让我有勇气去接受爱情。我愿意和你去面对未来的每一个位置。谢谢。先生看你掉眼泪也会掉眼泪吗？先生说他面对的那个方向，然后看到所有的摄影机，然后他好像觉得大家把我一起交给他，他突然感觉到说那是 real， 责任重大，责任重大。我记得他，我们当天有人跑出来聊天，就在这里。对，我们的花园。我第一次来看景的时候，它其实就有这棵树，然后旁边没有这些花草。对。他有说我们可不可以种花？所以就是从婚礼的那个时候开始种了，每一季都会有不同的花种，然后到现在已经4年了嘛。他就说：“那我要认养这个花园，然后希望延续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幸福感。所以现在他们好像取名叫‘志玲姐姐幸福花园’，好棒哦！这个回忆就会一直在这里。我觉得志玲是一个提供我们梦幻场景的供应者。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疑惑的供应者。”就很多人跟我聊天，聊完只会更疑惑，就是说到底怎样了？那他是一个梦幻的供应者，就是他一出现就让人觉得，这是我误踩入了动画中吗？还是我误踩入了漫画中？就是他有这么一个效果在。那他这个效果加上他对于人生的各种很坚定的态度，就供应了一个幻觉。让我们觉得原来可以这样子。本节目由北欧豪华旗舰型轿车沃尔沃 S90 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源自北欧挪威的高端天然饮用水品牌 WOS 赞助播出。难得享受这种婚后的 our time 的时候。我带了一个作品给你，有礼物，版画送给你，谢谢。还有爱，我喜欢。我要抱着走，我就不要抱着太大了。我要抱，不要抱着走。让我。那么大个，先放桌上，先放桌上。就随时 remind 提醒自己，有爱，有爱。是。都做好了，好不好？这边吗？这里一个小房间，可爱。对，我之前来的时候还会在这边看看书。对，这边很多书。对，你就可以一个下午享受自己的这种 me time or our time。现在在台南的人
不一定要合照，或者是对，就可以让你自己蛮自在的。我觉得我在台南也好像结婚了以后，我觉得非常自在。就是真的很有生活感。是，我可以就是自己，然后去超市买东西，然后找一个地方坐。对，我有时候抱着孩子这样，我都很自在。想想你的人生好像活在镁光灯下的比例太高了一点。对，15年，满满的15年。主要是那个15年是你的重要的长大的15年。对，可你回想，你就会觉得你活在最好的年代的我们，对不对？对。那个时候媒体又很蓬勃，一切都开始，然后大家会注意到你。我觉得以前的模特儿他们就是有那个样子，没有那个名字，其实大家都不认识应该就是刚好在那个阶段，大家可能开始想要了解模特儿的生态，然后突然好像麦克风就递到了我们前面，才开始会上这些节目。我觉得以前是没有的。是，所以那时候来有害怕吗？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超级有勇气的女孩子。你一直是吧？一直是，好像就什么都不怕。你现在勇气应该没有退步啊？好像没有退步，人家以前都叫我零大胆，遇到什么事情大部分都会说 yes 好。对，这是训练吗？你家教如此吗？个性如此。OK，个性如此，我就觉得，我如果没有说 yes， 我会不会后悔啊？我就失去了这个尝试的机会。我虽然参与过他一些有趣的时刻，可是我都不太会在那些有趣的时刻过去之后去问他说，那件事后来怎么样了？就是我没有机会问这个，我也觉得问这个没品。你就尽你所能，你干嘛要管人家后来怎么样？所以我今天问的时候呢，我就会试着问一些说，那件事后来怎么样了呀？然后看看他要告诉我多少。我不会问你一些细节，可是我想抽象的问说，你现在回看你觉得我们人一生应该要花那么多力气去追求恋爱吗？我现在自己回看我的过程，有点觉得你的过程，我有点觉得我花太多力气。你是努力追求爱的吗？我被爱影响得很严重，我还是会维护好我的工作，可是我自己内心受到的动摇会很大。当时好像都花了太多心力，然后它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对，可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一个过程，有那样子的过程，你会知道，慢慢知道自己在爱情中我想要什么样的自己，什么样的对方啊。你们两个8年前认识，就是在演舞台剧的时候吗？演舞台剧的时候，所以我跑来看，对那个舞台剧。那时候对方为什么会找你？他们可能误会了，以为我会讲日文。我们第一天他们有一个就是大家一起读稿的那一天，我一讲出来第一句，我就看到那个导演傻眼，怎么回事？他不是会的吗？对，8年前你是不会日文的。我是不会，可是我那时候很会背书，所以如果是譬如记者会，我就会把记者会的那5个问题完整的背完，所以人家看以为你会讲日文，然后就找我去演舞台剧。那我刚刚说我是零大胆啊，我就想说好啊，我就说 yes。你 yes 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我在 yes 什么。然后 yes 完，我也想说完蛋了，我也没有时间准备。我那时候很忙，我想没有时间准备一句，我想真的不行，因为他连那个古文。而且连你要读都不是能够很好的去舞台剧一场就算有2000个观众好了，你演10场也就是2万个观众嘛。对，2万观众对于你当时做的任何一个工作来讲，它都不是一个会被列入有效率的计算的数字啊。那你在追求什么？挑战。我就连睡觉都有一个录音机在旁边，就是一直听那个台词。所以那个导演找到你，不是因为他个人特别爱你或什么，他就认为你很适合，然后你会日文。那当然也因为是三国嘛，所以他们就觉得从赤壁开始，他们的认定就是小乔就是我，所以就希望我来演小乔。也就是那时候认识先生。那时候他在做什么？他是我们这个剧的男主角。OK， 他是演周瑜。所以你们是排练中认识的。
对，可是这个也很有趣。我们排练到2周的时候吧，他因为气胸，就突然送医。那以前我自己也有气胸，所以我知道那个是非常疼痛的。可是，在那时候彩排的时候，我觉得他完全 hold 住，没有表现那种痛苦。可是，一结束他就送医院去开刀了。然后他在医院的时候吧，那个导演他就每一天会给他我们今天彩排的状况，然后帮他训练了2套，一个是很难的打斗因为周瑜一定要有一些 action， 很难的动作，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简单版的动作，你可能只是挥一挥剑这样子。所以等他2周后修复好了，然后他选择了那个复杂的动作，然后就是真的大家在没有彩排的情况下，第一场演出是这样，大家用默契来完成这一切。我自己后来回想，我觉得后来我会对我先生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和感觉，我觉得那一点是有吸引到我的地方，就是很认真，男人的认真和勇气是一种魅力。当然，所以他开始让你觉得他有在追你是什么时候的事？是他回来演出后的事。演出之后，我们都比较忙啊，对，而且就觉得好像是因为那个角色吧，就没有多想了，对，就短短的一阵子我们有保持联系，然后就断了。所以是过了一阵子再捡起来的。我们过了8年，他才重新再联系到我。他有试着说什么什么，可不可以见个面？然后就开始，好神奇哦。有没有恢复理智，想说天哪，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婚后会不会看见一些婚前没有看到的面貌？我觉得人这个我倒完全没有任何的多想或是担心，只是那时候我当然自己也心里知道，你包括入演艺圈吧，你一定会接受很多很多的掌声，你也会有很多的负评。那你结婚了也不可能一定就是接受到大家的祝福，一定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我也有想过会发生，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带着我知道这样会发生，但我还是要选择结婚。然后度过我的下半辈子，是因为你最后会知道，真的要携手共度的，就是你所面对的这个人，不会是市场，不会是职场，是这一位，是你们可以一起共度陪伴。你这些话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想，还是你有跟他讲？我没有跟他讲，其实他不太。对，他不太知道这些心理过程，或是过往我曾经发生的事情，或是以前的我的舞台，我觉得这也很好，我很珍惜。就是他看到我就是单纯的志玲他会叫我小玲玲，就是一个小名，他就觉得就是小玲玲。我觉得人跟人的关系这一点也很微妙，就是你不要去搜他的那些相关的事情，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演艺圈的人，你不去搜他，然后呢，你跟他相处，你得到的就是他跟你相处的这一面。对。可如果这一面就是你需要的那一面，不就好了吗？对。就是夫妻如果也这样想的话，应该就省掉很多。就是眼前的我们。所以你对他也一样。我对他也一样。你们两个就只收到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的彼此，你们不需要去知道更多他的世界、他的过往，只是。我老公，我觉得他以前也是比较是在那样子的环境下，快节奏，就什么叫 on time。我们今天 plan 好这个，我们就不要去改，不可以去改哦。对。然后可是现在，我觉得他慢慢经过像我们这样的相处，我觉得他慢慢也会知道，很多时候有一点点弹性，生活也蛮快乐的。是，对。
能够过什么样的生活，当然跟这个人的本质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拥有纯净的本质，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过纯净的生活。就像 VOS 这个品牌也是一样的，水源纯净，源自北欧，就代表了一种高品质的生活。你会跟你们家 baby 说话吗？会呀。所以你就是正常的和他聊天。你讲话本来就娃娃音，所以我本来就是讲话就是 baby 话。你跟他讲些什么？就是妈妈好爱你这种，对不对？每天一定会的啊。反正这区真的都是，就是台南的老房子，以前都是这样子的啊。以前我的亲戚应该都是住这样子的房子，对，很典型。那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有味道。我以前就这样骑个小踏车。如果现在你在台南的街头，你会戴口罩吗？不会耶，不会，所以可以露出脸来。我现在不就这样？有一阵子我还说啊，我失去了明星的光环，应该没有人会认出了。所以如果有人认出，我就会谢谢，觉得珍贵是吗？普遍来讲，女生到底应该怎么被社会给看待？我其实最真实的建议就是，你不要管社会怎么看待吧。每个人都应该要找到看待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在那边寻找别人看待他的方法。别人看见你的方法千奇百怪，然后那些人都是你不理解也不理解你的人，就不要管他们怎么看了，你就找好你怎么看自己。所以我身边的朋友，只要有人能够找好怎么看自己的，他这个人都很笃定，他就不是会随波逐流或者被社会的一般的目光所压迫到的人。谢谢。Hello， 你好。你坐这边，我会从那边上。Sorry，OK。这个生活跟你想象的结婚生活差不多？应该是我们一结婚过了几个月就遇到疫情了，所以我觉得老天应该就是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好好的相处。你看我以前的生活是如何的，好像一天当2天用这样，然后一天有时候3个城市、4个城市，就是一直在飞。然后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觉得我和我先生也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这种生活步调，就是各自在工作。可那个就让我们停下来，专心的相处，专心的面对家庭。然后那时候也才真的就是有很深的认知，只有眼前这个人。你是下辈子要和他在一起的，不管好的和坏的。而且我们刚刚开始住的地方啊，其实我们是住一个 one bedroom 一个房间，很小的。我们知道在房间就是怎么样都会碰到彼此的那个感觉。他有时候可能只是出去运动1小时，只要他回家，我就好高兴哦。就是家重新完整了。对，因为外面都是黑的，是那个时候外面所有就都是暗的，就全世界都是暗的，好像只有你这个家和你面对到的这个人是真实的。其实那个时候好像是世界上就只有你们这样的2个人在一起，相依为命。我没有什么资格对女生的生活提出建议啊，因为我自己亲眼目睹的女生的生活，其实需要的各种作战能力都很苛刻。就是我自己的好朋友，就是从文艺少女变成2个孩子的妈妈的这种角色挺多的，然后他们都在表演那种从早上就要做早餐，然后送他们上学去，然后接下来就是除了忙自己的工作之外，然后还要操心先生以及小孩的很多，我觉得只要有1件我就会生气的事情，他们可以同时操心5、6件，然后他们就活下来啦。他们也没有崩溃，也没有离婚，也没有把小孩赶出去，都没有，就是还有力气跟我 social， 还能告诉我这些故事，好像是别人的故事一样。我每次听了，我都觉得说，女生到底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能够这样子？那男生也吃很多苦头，可是跟女生吃的苦头种类不同。
你养小孩以后啊，你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刻你会忽然觉得说，你也长得太快了吧？哇，过了6个月以后，体型尤其身高 ，OK， 然后连脚都长大，然后你就真的觉得他好像跳过婴儿期，就像个儿童，会跑，然后很活泼，开始看得出那个调皮了。所以以前在爬的时候还好一点，现在要追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好需要体力哦。而且我每次看做妈妈的人。出门的时候装备都很多，就是他会背一个很大的包包，没错，然后好像上车也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车的空间，这些都是妈妈需要的，都是需要的，对。可是现在还是婴儿，所以当然安全座椅很重要，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它座椅空间很大。对，我觉得空间大是不是起码让妈妈们压力小一点？对，很多妈妈我觉得长到小孩的时候，他们就会希望说。帮小孩选衣服或者帮小孩选用品的时候，都会很在乎那个很多材料跟健康的。对，很多。其实我们家也会，就是像现在很多都是有机的嘛，什么都要天然，然后都要无毒。当然，这是不是一个无毒的空间啊？不要产生有毒气体啊。是的。那沃尔沃内饰呢，是使用安全环保的材质，也有用高于国际要求的标准做曝晒实验。所以就算是阳光曝晒之后呢，也不会有异味或是那种有毒的气体挥发。再加上有空气净化功能，空气净化的功能对小朋友来讲，妈妈会比较放心一点。对，太重要了。尤其疫情过后，我们这个吸进去的空气是每一口都要净化过。你爸跟你妈对你谁的影响比较直接啊？父亲是一种比较开明式的教育，那母亲当然以前算比较严格的教育，可是也感谢她的严格打造了我。你妈妈的严格是哪一种？礼仪、仪态、品格教育，还有包括时间啊 ，curfew 嘛，女孩子不可以几点以后还在外面。那你有叛逆过她吗？我其实人生没什么叛逆期，我觉得我算一个还蛮中规中矩的女孩子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想说，结了婚会不会可以小小叛逆？因为毕竟我老公看起来比较像叛逆型，对。然后我想，没想到刚刚好结了婚以后，遇到疫情之后，他变成对所有的不管生活作息呀，还是健康的概念意识都非常高，所以完全不喝酒。跟婚前不同吗？对，婚前他们可能也比较多应酬等等，就是必须的这样子。对，后来也就我就没有办法能够有叛逆期了。可是如果先生出去一阵子，太太会觉得喘一口气吧？他因为有时候会巡演嘛，这些 tour 的时候，那我就在家里和小宝贝在一起。不会有那种一天想要有一段时间可以自己一个人的程度吗？对，好像有时候每个妈妈都会想要有自己一点点的 me time， 我可以做什么？对，可是我看着他真的成长的速度非常的惊人，然后我就会告诉自己说，现在所有这种可爱的、疲累的各种回忆都是留给我的。他不会记得3岁前妈妈对他做了什么。是这段时间，我就算再累，我还是觉得，好可爱哦！你这样说话，你开始会走路了，你开始会，这些都是自己的回忆，只有你会珍藏。是，所以这样以后我就再也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坚持今天要我的 me time 了，就没有。是，你把它当你的礼物。对，我反而很珍惜现在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对，相对来讲，你现在比较没有镁光灯下的工作，那个生活对你来讲已经远离了吗？在我结婚后，我已经感觉到，慢慢的远离了。是出于你必须照顾小孩的真实的时间分配的问题，还是你心态上也觉得 OK 了？当然也综合
一些各种原因。如果你再回想，我回首我的演艺生涯，如果是2004到我结婚的话，其实满满的15年。15年，我觉得给到我的舞台、事业、人生这种精彩度，这些机会是你求也求不来的。就是回想，就是何德何能，夫复何求。该去挑战的每一个舞台，该去接受的每一个训练或什么，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都有把最好的自己和100%的自己去付出。结婚了以后，我觉得也会有很多改变是你需要去面对。我的夫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可能大家看到以前那个叫哆啦 A 梦，就是那种一栋，然后在乡下，然后旁边都是田。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然后公婆现在还住在那个房子里，还是住在那边，对，但每个月会来东京看小 baby 这样。可是这个在婚前没有担心，就是没有担心跟婆婆相处的情形这种。婚前没有想过，也很多人都会讲啊，说是婆媳或怎么样，可是我觉得真的没有我觉得我和婆婆相处非常自在，我真的把她当作我自己的母亲一样。她其实和我妈妈同岁，可是非常的健康，思路也很清晰。我不晓得怎么形容我看着她，我都觉得老天爷再给了我一位母亲。太好了，太好，真的运气很好，真的，而且我是每天晚上都常跟他会说谢谢妈妈。如果你在比较小的年纪谈到一个恋爱，结果对方也答应你结婚了，你就结了吗？如果他是一个 OK 可结婚的人的话。所以你回到这个很重点的话题了，大家都会觉得过往的爱情这样，然后怎么不好，恨他。没有，你要谢谢他们，这样你才可以某一天走到一个对的婚姻，对吧？对啊，如果你急匆匆的嫁，可能就是一个不好的婚姻啊。和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很难讲，对不对？你要回头看，你觉得，我爱我这样的人生，我完全无悔。我要好好的过每一天。所以听起来你应该人生中没有什么你现在很想回去的时光吧？只是回去那样一天，还是可以从那时候重来。如果一天呢？你怎么又问这个问题？这问题不可以问，这问题又要哭。我是太久没有哭。这问题没有什么可哭的。你是忽然想到了某一天吗？好了，一句话就是所有的爱情在现实面前绝对碰得粉碎。那坦白讲，你没爱过嘛？歌也有的唱了嘛，有爱就有痛嘛。不用请李宗盛大哥来了，我们过来人老司机都知道，有爱就有痛啊。有痛不一定有爱然后所以真的坐下来，所以作为一个假如是好人的话。我们也经常说什么叫朋友呢？朋友就互相保护那什么叫很好的朋友呢？很好的朋友就是说，就算到了一个有冲突，会甚至有一点点恨对方，或者说没办法在做朋友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把对方所承受的伤痛，不管是心理的、感情的还是现实的，变得最小，最容易来接受。所以有些人分手。夫妻有法律的规定了，就算男女朋友有时候我分手，我也说会关注你的，你需不需要经济上面的帮助啊，工作的帮助啊？我们爱过，我保护你，我保护你受了伤害不要那么高，不要那么多，所以才会延伸出很多分手必说的语言嘛，不一定全部说，有几句经典语言嘛，比方说第一句就是说 You deserve someone better， 你值得配上最好的。
应该是说更好的，你值得配上更好的啊。对，也是因为我等于说我不配你啊，你值得更好的啊，你值得更好。对，这是10大排行榜啊，分手10大排行榜榜首，这是第一位。对啊，第一位啊，你更好的。还有，当你最毒是什么？要有人跟我这么说，一下就满足虚荣心了。对啊，是吧？太好了，太好了，不可能的。会，通常是我配不上你这样。还有刚相反的最毒是什么？我见过哈，我不是见，我听过几个年轻女生哈，现代女生不一样，告诉我她怎么甩掉男朋友的，就让她发现我劈腿啊，她自己就会走啊。或者说一些男生也这样倒过来说，我给他在我家或者说在我钱包发现其他女生的照片啊，我的短讯啊，我故意的。哦，对，这种他们就叫渣男，是吗？但是其实往往是一部分男性就是会选择不面对。的确，因为假如按照下去嘛，对，按照我刚说，不管什么样的人，把作为朋友就要保护的话，当然是渣男啊。他不只没有保护你，而且还特地来伤害你，让你受到伤害，当然是渣男。所以，方舟，你说真相是伤害，那么推诿或者这个编个谎言是保护，这你接受吗？我不接受，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就是男的，就是推诿啊、找理由啊，包括冷暴力这种，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就是他总是希望对方来提，就是对方来说这句话，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我原来就遇过这种各种找理由，然后包括冷暴力，然后就对我很不好，就希望我说这句话。但是我看出来他这样，我就对他越发好，我就觉得，与其折磨自己，我还不如折磨你，我折磨一下你，就是自己有点恶趣味那种心态，所以我觉得那还不如就是你老老实实跟我说，大家的痛苦都少一点。所以我并不觉得你追求真理。对，我最追求真理，但是他说的保护，我经历过有一种，就是我认识的一对情侣，然后当时他们一起在国外读书，然后经历了很多很难的时候，后来那男生得了重病，就几乎是绝症，然后因为有病，所以工作又没有办法。其实那女生早就想跟他分手，但是就等到他治疗期结束，找到工作，生活上了正轨之后，就是才提说，其实我们不适合在一起。就如果说保护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保护，就是没有把对方扔在一个无望的环境当中，就这种保护是我能接受的。但还有一些情况就很诡异，会变得。刚才如果我们说保护，分手之后我还给你安排一些后路的话，有一些什么很诡异。他负责找工作，真像你说辞职，他就像老板，干嘛？因为我遇过什么呢？给你写推荐信，我有一个朋友找下家，他有一个伴侣是外国人，那分手了之后呢，但这个老外呢还常常回来香港。后来有一天我们几个实在忍不住，我说你们不是分手了吗？他说对，但是他还很照顾我。这叫不叫照顾？就是说，因为你分手空窗期了，然后说这个我要让你的伤害降到最低。文栋，这种情况啊，这是我们外人说不清的，可能是保护，可能不是，可能是保护，可能是占便宜。有这么保护的吗？我保护你，有这么保护的吗？逻辑上面你不知道，逻辑上面啊，不管男人女人，这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自个儿说，我出差走半个月，我女朋友你帮我照顾一下，最后照顾没了。那可能他女的愿意，那就是也是照顾。根本真仗义。这是那个某个欧洲作家讲的哈，他说我年纪老跟年纪轻的差别在哪里了？我年纪轻的差别呢，经常一开口就说什么国家的人怎么样，什么男人怎么样，女人怎么样，白人怎么样。到我一个年纪，我明白，我不说我们了，我说我在跟你说话。我不是跟你们说话，每一个人都是多么复杂的个体，所以我说逻辑上面呢，那个可能他知道那个女的，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啊，在那种情况上，当时就是这样，不然的话就是占便宜了。他知道那个女的弱点是什么呢？可能很念旧啊，可能很不舍，但是你就吃定了对方。逻辑上面都有可能，我们外人真的很难说的。最重要是说，看你那个女性朋友有没有拒绝的权利跟空间哈，不要被他限制住。我们只能说会期待说
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可是这样算分了手吗？或者说你们跟其他人享有这个其他人无法理解的默契，或者是我觉得这种算分了手吗？这种其实好像还挺普遍的。现在我们很难说替人家去定义的哦。假如很那个，我个人觉得有点傲慢哈，这是我来定义的，什么才叫分手，什么才叫爱，什么才叫保护，太复杂了。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事啊，也只有他们才能判断，才能感觉。所以你刚刚说，我还是希望你老老实实告诉我理由哈。那因为你是你啊，你是非常聪明的长方舟，非常很有自信心的长方舟哈。那你能接受真相？完全可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跟男女平等没有关系啊，但是确实生活里呢，有人跟我说有这么一种现象，就是反正俩人要分手嘛，是因为他找了别的男的。那么呢，好像过去咱们以为男的爱打架，其实不一定，很多时候男的不想见那个男的，甚至不想知道关于那个男的一切，他只是知道这个女的你又找了人了。但是呢，有人跟我说，这我要求证于你了，说有些女孩相反，她呢一定要看看你找的那个女的是谁。我就是，这是说明你比我坚强。而且就是有的时候，不是你过的什么瘾呢？我不知道，而且我知道后来都成为一种身体习惯，你知道，比如说我之前跟男朋友分手，然后知道他交了新女朋友，其实我后来，比如说我都不再看那个前男友的微博，但是我会定期的去看那个女孩的微博，虽然他们也分手了，到后来就变成一种身体习惯式的东西，就看看他过得怎么样啊，他结婚了没啊，丑不丑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比较吗？也很难说是不是比较，反正就好奇，就无法抑制的好奇，而且就知道的越具体越好。对，你像我就可能就是我不想知道。那家知道了，好家比我玉树临风，哎呦完蛋，比我有学问，哎呦完了，比我有钱，你不是增加了自己的自毁吗？我觉得没有，反正我觉得身边的女性好像可能是因为本质上所有的女生就本质上都是同行吧，所以你会觉得说，张爱玲的话，对，在这个岗位上面她赢了，她赢在哪儿，就是会很好奇。做同行敌情分析，对。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啊，就是你并不是在比较，而是怎么样呢？就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段关系都是独特的，就你的前男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那么现在他又跟另一个人在一起，他跟另一个人在一起的关系就不可能100%是你们的关系的复制，当然对不对？那所以你是透过对另外那个女的了解，来看到一个你前男友可能享有的另一种人生，是你不能够分享的，是你不能够得到的，是你不会跟他有的，那是他的另外一种生活，他的另一个面目是在跟那个女人的关系里面展现出来。对，但了解到这个资讯很开心吗？好奇。对，或者是如果我还和他在一起的话，我可能是这个女的这样，就是很多时候你其实是认知到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另一种可能性。你在享受一种虚拟的乐趣是吗？就是平行世界里面的另外一个我可能过的人生，或者是我没会得到的，对，或者我没有拥有的人生，一种可能。可是所以你就写小说了，对。假如你用想象的哈，那就很多可以想象了。就人的缘分啊，有些我们常说相逢恨晚嘛，哎呀，那么晚方舟，我这么老了才碰到你，不然我早就把你拿下来了啊，等等。我说让你拿下来哈，有些人刚相反嘛，相逢恨早啊。我就跟生命有些女性朋友相逢恨早，比方说很早期就交往了，大家都不成熟，或者说也不懂得怎么样保护对方，或者说跟对方对应，或者说不懂得欣赏对方美好的地方。当然对方也可能不懂得欣赏我，可是再过来10年、20年、30年，我就想，我跟那个女生相逢恨早，假如今天才碰到，前提是我们都单身的话哈，我们可以相处得很好的，我们一定可以发展出一段很好的关系哈。问题是阴差阳错才是常态。对，正好碰对了，那是反常，那是需要努力啊，不管长不长，有时候啊太复杂了，每一段要不要考虑的分手的理由都很复杂，而且我也想象他们那种痛苦啊。我听过其中一个分手的故事啊，是怎么样？
一对男女留学生男女在美国哈，然后呢香港人哈，然后交往啊，男的家里还好，不是很有钱，也不是没钱哈，那交往了2年，感情很深了。好了，到快要结婚的时候，那按照男生的家庭的传统呢，要求什么呢？去做一个健康检查，要看看男女双方啊，不仅是能不能生育的。还要看女生，比方说你家庭有没有家族病史啊，你的基因健康不健康啊，等等啊。那检查出来，那个女生好像医生说，其实你基因没有很好，你现在27啊，那个女生，然后大概37会有乳癌的几率是80%，会有子宫瘤的几率90%，会有肺癌的什么什么哈。哎，那你以后会面对什么呢？就意味着你面对10年后，你们2个人结婚，夫妻关系要处理很沉重的财政的负担、医疗的照顾等等等等。可是你们已经相爱了2年了，现在要面对这个，要继续吗？还是分手了？那坐下来讨论。我在听的时候，那个女的一边讲一边哭吧，啊，就是那个很痛苦了。2个人都是读书人啊，读博士班，那会慢慢的一个一个冷静的讨论。就是我说的，我今天是很爱你，可是你愿意为爱付出什么？要不要为了这个爱付出10年后？几乎肯定的，10年后你就陪着对方整天做电疗、化疗，这个疗那个疗。那问题是谁陪呢？那个女的身体不好啊，那当然是男的陪啊。对啊，我说这男的不陪了，到时候也得有一个，就没人管了。真的是好人，真的是好人。所以在当时呢，就是很痛苦了啊！我爱你，可是我要问自己，我要不要为这个爱付出10年后的各种的现实上面的代价？然后挣扎了好久，到最后结果可以猜到嘛，就再见了，男的不要了。说我真的很爱你。我听过一句话，就是所有的爱情在现实面前绝对碰得粉碎。你们同意吗？我还是一个那个浪漫的就是那个，说，甚至是说，爱情啊是这么脆弱的，它是天赐的一朵花，娇滴滴的，它最脆弱的就表现在啊，它什么考验都禁不住啊，可别轻易考验它，就像你别轻易考验人性，对吧？相反，你要呵护它，别让它受到疾风暴雨的破坏。我好像很小的时候就接受2个概念，一个就是你说不要考验人性，所以我很反对那种女生朋友找这个什么其他的闺蜜去试探男朋友，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愚蠢的一种方式。会这么做吗？还是挺多人会的，就是其实是人为的去制造矛盾，而且如果你真的经不住考验，那就证明说好，这个男的都是猪蹄子，我是对的。那如果你这个经得住考验，那反正我也赢了。就是他对于女生来说，她永远可以从这个试验当中对获得胜利。我觉得一个是不要做这个，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从小就接受，就是人生是一节一节的，爱情是一段一段的，人在每个时候的情感需求是不一样的，不爱了，或者说你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你得到爱是非常幸运、难得、稀少，而且转瞬即逝的一件事儿。我好像很早就接受这个概念。哎，你很谦卑，就是说凭什么好事儿都得落你头上？就像真正的知心好友一样，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啊。那你能有？本身就这不是一个人人有份儿的东西，没有。你刚说文涛啊，钱钟书说得一清二楚了吧？当说凭什么好事发生你身上哈？钱钟书够厉害了吧？大才子啊什么？他也明白这个道理。你看围城，他在扉页上面写送给他太太杨绛，他说我送给我杨绛。理由是什么呢？他下面一句话，我觉得真了不起啊！他说他是每个字都是关键字啊。他说杨绛是绝无仅有的，把互不相容的3种身份合在一起。你看绝无仅有，等于是说我们都真的是很难得了，要靠运气哈。然后绝不相容的3种身份是哪3种身份？朋友、情人、太太。你看。钱钟书多聪明啊，就完全把这3种看得出来，所以对啊，其实这才是常态嘛。爱太容易了，让爱维持才是最困难的部分嘛。我们知道，那所以要付出啊。所以就是说，有时候为什么说分手，是艺术啊？你该怎么分呢？对吧？当这一劫
这个中断的时候辞职，辞职就该怎么辞职呢？其实跟这个我觉得再推展出去啊，这个人呢本身处理这个拒绝都很有问题。好多年轻人啊，你不要说是说出分手啊，就是别人有个要求，你拒绝他。我那天看见一个分析，但我觉得也不一定靠谱，就是说人能够活到今天呢，往往那种愿意跟人合作，受到全部落人的肯定，这样的基因比较容易存活。所以这就是我们血液中就觉得，你看你答应别人总是很容易，我愿意啊。但是你要说别人求你个什么事儿，你不答应的时候，拒绝起来你觉得特别为难。文道有什么拒绝的艺术？我没有啊，我不是太擅长于拒绝，我通常都是答应了的人。到时候做不到，比如说马家辉，我们老约到这，我就直接不管。不只是我，你应该是说所有人，全世界的人都要找他。我连拒绝都懒得拒绝，他就说好。然后就消失了，是吧？对，没错。你像我想这个问题，要不然又说我好人了，今天，就是我甚至能到什么呢？就是说我请人家的时候，求人家帮忙的时候啊，我要预留人家拒绝的余地。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比如说我说家辉什么事儿请你去一下，是能不能帮这个忙？但是如果你有什么不方便啊，一点没事儿啊，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说假如你有兴趣，假如你有时间，就等于预留了对方给我撒谎的很多可能性，所以我能接受谎言，就是你往里填个理由，我觉得你很尊重我，完全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的人呢，跟朋友友情之间很容易混淆。比如说我们找人工作，找人帮忙，那个人是你的朋友，我预留的是什么呢？我的预留方法是另一种，我绝对不用友情来当成是你方舟，这咱认识那么多年，这事儿非帮忙不可，绝对不要用这个去压，你就把是找你一个事儿就当事儿来谈。你不要轻易的压友情，那种事情，如果你真的珍惜这个朋友的话，你就不要把这事儿掺和进来。对，我原来还看过一个，就你们都是好人，我原来还看过一个，小时候看过那种没有封面的成功学的书，然后里面有一个讲让人不能拒绝的艺术，然后那个特别吓人，就是你如何、这个可以学，你如何让人不能拒绝？他举的例子是当时这个让荆轲去刺秦王的这个公子，然后呢，他就要说服荆轲嘛，然后他怎么去说服他？就是荆轲大概是看一个女的在弹琴，说，这个女的手就是弹的挺好的，然后这个公子啪把那女的手砍下来，说，你觉得好是不是？把手给你，就是这个东西，他手不可能再长回来，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就让人没有办法拒绝，就像你说，他不给你留拒绝的余地，因为事已至此。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害怕，就如果真的有人对我这样的话，你说荆轲，我想起那古人讲的那个事儿。那都是就是说这个你对他的人格需要体贴到何种程度啊？就是那他动不动就出来一个，就是比如跟燕太子丹，比如说跟文道谈个事儿，谈完了就多说一句话，别告诉别人啊。第二天文道的头送来了，说我要让你放心，这个消息绝不会从我嘴里走漏出去，我给你看。对，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你像那是二桃杀三士这种事情，今天怎么可能发生？因为我觉得春秋战国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完全是贵族社会的中国，所以它里面对很多事情讲究荣誉感啊什么，所以千万不要把那个事情当成可以学习的。那个时候的请托，和这个答应。那分分钟出人命的那玩意儿真不得了。对，那完全不一样。那个成功学里面的书，它就是类推到今天，说那你怎么让人无法拒绝？你就是比如说，就是送一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退还的，就你送，反正我已经买了，我也不能退，我已经把这个东西撂那儿，那答不答应是你的事儿。就这种你怎么拒绝？所以我觉得这种给人以这个道德压力，包括友情压力，我觉得是我最害怕面临的一种情况。你说不容易拒绝吗？可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动物，其实会计算的。他不是那么人情，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不方便参加，那就不参加了，也不会怎么样。对，是不是？是我理解错了吗？没有，我们那个得绕个好大的弯子啊。希望我这样，我们分手的是打说，算了吧，还是好 ，OK， 拜拜，大喊饮茶。可是我同意，可是我不会把这个定义说这种是不讲人情哈。
因为当你觉得说你被人家这样拒绝啊，不行啊，好了，改天再聊啊，你就伤害觉得他不懂人情的话，我坦白讲，这种朋友要不要都无所谓了啊。这种他是利用人情来给对方压力而已，等于这种人也不会懂得保护朋友，我觉得也不值得要。所以可能从你说所以不重人情重现实，我觉得不是啊。我们知道说人跟人之间你要摆定距离是最重要的啊，有分寸啊。我们以前讲了，分寸就是力量嘛啊，你要摆定分寸啊。你像举个例好了，香港人过年送红包是送多少了？10块钱、20块钱一个，在台湾1000元台币2000、3000，内地好像2、3千块人民币1万块都有了，我们没有的。假如当你送我1000、2000一个红包的时候，我是不会要，是有问题的。然后要么我刚说的，就是说有一种等于是也接受，可是有拒绝的方法。我回你啊，你突然送了我一个1万块的红包，我马上回给你的小孩9880，那等于我没欠你啊。你送我这个东西，我就1万块、5万块，我回4万块的礼啊，而且要让人家看到你回这个礼哈。所以这个不叫不近人情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你举荆轲啊，我给你举个《红楼梦》。我觉得《红楼梦》有一个例子，就把我们这个事儿啊就说尽了。就是别人求你在一个中国这个晚清文化当中哈，你看啊，王熙凤，这个刘姥姥过冬家里没钱，想到贾府求点这个钱，王熙凤怎么对待他？你看啊，素未谋面呢，没见过。王熙凤那时候主持家务嘛，对。王熙凤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还不请进来？请进来。然后呢，这个刘姥姥进来这么一拜，王熙凤的第2句说：快搀起来，别拜吧，请坐。我年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道您是什么辈数，不敢称呼。你看这个话说的。这个，因为刘姥姥无权无势的这个乡下人，对吧？他王熙凤也是给足了你面子，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王熙凤的距离感、分寸感，没等刘姥姥开口，她之前听说要来了，她就跟王夫人先打听，这个刘姥姥是咱们家什么亲戚，什么关系？这事儿拿捏清楚了，这个距离感。这个第3步，然后不是刘姥姥这个要钱嘛，他就说：若论亲戚之间，原该不等上门来，就该有照应才是，就不用等您上门，我们就应该照应您。但如今家里的杂事儿太烦了，太太渐渐上了年纪，你看把太太摘开了，太太渐渐上了年纪，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况是我进来接着管些事儿，都不知道这些亲戚们。你想，这个第3步还有一个一箭双雕，就是降低期待。刘姥姥一听就凉了嘛，话听到这儿就凉了。但是这个第4步，他也提出了补偿办法，把给丫头做衣裳的20两银子，这么着吧，给丫头做衣服的银子我们省下来给刘姥姥，这下有适当补偿，有了交代。你看看这个人情世故了吗？你看看这个八面玲珑啊，这什么叫这个事情？其实你说叫圆滑还是叫圆满呢？都圆，都圆，都圆，又圆滑又圆满。文道，你觉得在我们的生活里是应该学习这种技术，还是应该贬斥这种艺术？这学不到吧？我觉得这有的人，我觉得就是能这样，但我觉得真的有人，我们都见过，就有人能这样。但我自己觉得没必要去学，就因为通常我觉得学《红楼梦》什么跟曾国藩学做人的什么跟那个，我见到的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没学好，没学好就极其恶劣，还不如不学。是那看你需不需要学嘛，对什么人嘛，还是要有多少要懂了。不然的话，你想一下，文道，假如不学，王熙凤假如不用这样讲话，她的后果是什么？代价是什么啊？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假如大门大户对于这些人，那王熙凤不懂这样说话，她不能打点周到，她就很容易替她的整个家族得罪了其他的人嘛。
得罪了长辈嘛，所以我觉得，甚至他替自己惹祸上身嘛。所以我觉得完全看你要在什么情况来。但是借钱这个确实是我觉得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去拒绝的方式。就是因为比如说以我来说，可能我同龄人找我借，他们收入都比我稍微差一点，然后这时候你怎么办？因为大概率其实是还不上的，所以你刚刚说他降低对方的期待，然后对我来说，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降低自己的期待，就是你要假设对方是还不上的，所以我后来应对这样的办法就是我给你钱，但是我给的是我铁定这部分要不回来的，比如说你借10万，我觉得给2万块钱要不回来，好像我心里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我自己心理上面的一种解释。实际是借钱的要降低期待，对吧？怪不得有人跟我说那天谁还了我一笔钱，我就跟突然挣到了一笔钱一样。对。哎，但是我的感觉啊，就是说一般人会觉得王熙凤这个人心机太盛哈，但是我如果是刘姥姥，我会为她鼓掌。我觉得这个好啊，就是你知道，其实现在我觉得有时候啊，人们拿所谓的真诚啊，我觉得去怎么说呢？去掩盖了一些个特别不愿意伤害别人的好心。我觉得怎么衡量王熙凤啊？就是发心是什么？如果我的发心就是考虑到穷亲戚的面子，不想让穷亲戚难过，也不想让穷亲戚对这个王太太对王夫人有所抱怨，而且呢，确实我们的交情没到这个份上给你这么多钱，但是呢，我也愿意拿出一点来帮补你。如果我确实是这样一个心，那我觉得是一颗善心呢。那么这些所有的技术，你就变成这个人做人做的真是很好。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刚才说他做的很好，但是为什么我说最好别学呢？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很难把这种做人的道理啊总结出一些规律，然后你记下来，你要学习。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念的他要念，但那个念你得有个环境下把它念出来才行。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种对于体面，我用另一个话来讲，就体面，就讲体面，就你懂不懂得识大体，什么场面怎么应对，什么局面面对着身边是什么人，你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来说话，这是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靠后面说话的一个技术，而是这个感觉，这一刹那，这一个时刻，这样子讲，大家高不高兴，满不满意，舒不舒服，我该说的话是不是也都说了，这是种分寸感。那种分寸感真不是学回来的，是你有这个环境你就念得出来。有的人呢，当然也有些人我也见过，就没有分寸感到一个地步，可能一辈子都在这个环境，但就完蛋。对，这没办法。你说你让人难堪，对吧？你让人留心理阴影，这难道就对吗？你说你诚实，对吧？我就觉得你，总之一说啊，考虑到别人，考虑到别人的心，这个体贴，英文有个词儿，我觉得叫 thoughtful， 是吧？thoughtful， 对，这个总是值得赞美的。但是越这样活得越累啊。保护，这是我说的。保护。谢谢。